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它提供内容就是中国的成功经验嘛，发展基建，掌握国家资本，全球化，而不像是早期现代化只集中在欧美国家。1910年代的大清长什么样子？还是只有2层楼的木造房子。纽约已经高楼大厦林立，100年后的中国就是今天的上海嘛。所以为什么一带一路在欧洲、在西方媒体里面，它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形象？他们所想到的就是控制基建、驻军，透过企业绑定的模式，我再加上一些学术思维来制约你。中等收入陷阱，经过一个逻辑闭环，拿来制约你的思想。所以最后这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他选择更开放他的国家，他所换取的结果是被更加的控制，然后中等收入陷阱依然没有突破。真正的文化霸权，这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思维在较量。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台湾的一些媒体的一些下标，我们来看一下吧。中央通讯社，所以它代表了官媒的角色了，那其实就是民进党在控制的啊。比如说像亚万高铁啊，环保成本超支的债务陷阱也备受舆论反弹。他特别去提啊 ，G7 一带一路在意大利引发诸多疑虑，大型计划遭搁置，经济也未能由建起手。为什么？因为意大利的行政效率不行嘛。一带一路它有几个基础的建构。第一个，一带一路是在技术上合作，是在交通上要对接，就是连接，它很重要。好，那你意大利的连接当然就是比较远，因为它得过很多地方。再来就是你的行政效率要上来，如果你的行政效率没有上来，我就问嘛，19年到2023年也就4年而已，4年就给你意大利总理好好干，你一个意大利总理能干4年吗？我讲别的，孔蒂就做不到4年就倒台了。所以意大利今天的问题，事实上跟中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嘛。这很正常，不是只有意大利，中国对意大利的出口出现惊人的增长，而是世界很多国家，中国对它的出口都呈现很大幅的增长。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可以提供相对完整的商品品项。当然不是绝对啦，中国还是有些品项没有减，但是大多数来说，尤其是什么？尤其是中低阶的生活用品类，那几乎是琳琅满目、五花八门。而现在中国正在往哪里在触及？往高阶产品触及嘛，比如说手机、这个电脑相关的零组件，比如说汽车、电动车这些东西都也在大幅的上升嘛。我们从很多媒体在看啊，包括我们的中央社在讲，它事实上它都是抓一个不看全部。在他质疑 G7 一带一路的时候，那我就问，那为什么你不谈匈牙利呢？欧洲也是有一些国家打算来加入的嘛，比如说中国跟匈牙利签订5合作文件嘛，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其实这个就叫什么？这叫宣传战啊。对西方来讲首先他不了解一带一路的基本逻辑。当然我必须说，就是人跟人之间合作，当然不可能不讲利嘛，怎么可能不讲利？对中国来讲，中国贪什么？中国当然是贪一个下一个世界的秩序嘛。所以我今天也看到有一些这个中国自媒体就会去下标说，新的联合国的形成嘛。那一带一路能不能建构新的世界秩序？你就看全世界140几个国家到了中国来开一带一路峰会，而且当中有不少是总统或总理亲自来到，这最差的也会派一个副总理。随便讲，比如像最近非洲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欧洲的瑞士，叫做卢安达。卢安达当年发生卢安达大屠杀。好，那今天的卢安达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他们都已经有最基础的什么城市交通建设。你看，这就是一种改变嘛。什么改变？就是世界的科技正在改变。你在世界的任何一隅都几乎都有什么？都有现代化设施的存在了，而不像是早期。现代化只集中在欧美国家，我随便举1910的纽约市已经遍地高楼大厦嘞，这是什么？这是时代广场啊！1910什么？中国还在清宣统年间呢，所以李鸿章看了会沉默啊！1910年代的大清长什么样子？就是1910年代 China 有没有？还是只有2层楼的木造房子？纽约市。已经是高楼大厦林立，汽车、马车交通车水马龙。我认为啦所谓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在时代的浪尖上面去提出一套方法，而这个方法
我们一开始乍看之下是经济的方法，因为一定有人说历史跟你今天做这个，因为如果我们都只是看看像中央社中央社它永远都在质疑所谓的债务陷阱啊，比如说他讲到非洲就说中国在非洲是大傻逼要买下非洲，这个什么，比如说他注意到说中国在非洲一带一路贷款幅度大幅下降，跟中国自身放款然后当地国家还款能力有关。就我们如果今天陷入到了西方，陷入到台湾媒体，其实台湾媒体也是西方媒体的一环的讨论里面的时候，今天这个讨论就是一个无效的讨论。100年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长什么样？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也不用放了啦，对不对？这是今天的上海嘛，对吧？发展起来，后发国家要怎么发展起来？就1910年代以前，世界的领跑者是谁？是大英帝国。大英帝国主宰这个世界的方法是什么？是透过殖民。而为什么要殖民？因为他的老祖宗罗马帝国时代留下来的文化就是长这个样子。进入了20世纪的中叶开始，20世纪这个2次大战之后，世界霸主地位交到了美国跟苏联的竞争。而在美国在主宰世界是怎么样？因为已经去殖民化了，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尤其像非洲国家，大多数都独立出来了。那在去殖民化的时代，美国对全世界上怎么做呢？就是限制你的基建，限制你的发展速度，透过资源掠夺，透过企业绑定的模式来怎样？来继续维持它的整个美国的繁荣。美国更多的是怎样？透过在拉美、在非洲，甚至在亚洲对资源上的掠夺跟攫取嘛。那这种掠夺，它把它包装成跨国公司的形式，所以我一直说这叫第3次帝国主义啊，也有人说叫做经济殖民主义啊，我们甚至可以把它说叫做跨国企业殖民法。那这种企业的殖民方式，其实你从历史的贯穿脉络来看，有没有迹象可循？有啊，历史上第一个用公司搞殖民的，荷属东印度公司，对不对？荷兰人最先开始用公司搞殖民，因为荷兰人整个国家就像个大型公司，有机会我们再来填荷兰这个坑。那英国人就把它发扬光大，看到荷属东印度公司，那我成立一间更大的公司，叫做英属东印度公司，把印度给殖民了。但这种殖民模式后来发现不如直接殖民，所以就发展成直接殖民的殖民帝国。那法国更是残暴殖民了哈。那到了美国之后，就总结了过去英法的一个教训，因为事实上在上一代的殖民是什么？是西班牙、葡萄牙那种非常低效率的殖民。它就发展出更新一代的，我不直接控制你，我不直接殖民你，但是我透过大型企业的方式来殖民你。我以前有讲过一集叫做香蕉共和国，大家还记得吗？因为殖民地的划分歪七扭八的，这些都是人为的天界，所以根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田调，你们这里非常适合种香蕉，你们这里非常适合种咖啡，你们这里非常适合种橡胶所以你们就来种。你没有技术我有技术；你没有钱，我有钱你们土地提供给我，我来帮你打理。但是久而久之小国寡民哪抵得住美欧西方的跨国公司的资本侵蚀？这个全世界才会兴起所谓的左派运动来反抗这一切的不公，发现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剥削这在19世纪的时候就被美国视为后花园，到了今天，拉美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即便是最大的巴西，没有一个国家建设出一个像样繁荣的一个国度。我坐拥全世界最多的石油的国家，我认为它穷到连电都发不出来，这合理吗？你们石油公司在我们这边采油，我们分到了多少？我们的环境被污染了多少？而产生的世界秩序，而这个世界秩序之下，你看，当有一个国家出事的时候 ，IF 就出手了。基于什么规则？基于我们美国所订立的世界规则。IF 出手的时候就说：“你要开放你的国营事业，你要开放你的土地，你要开放你的开放一大堆，开放一大堆。”结果哪一间公司来了？美国企业来了。美国企业来了，还告诉你说：“我们带来的资金，我们带来的技术，我们带来的文明。”这就是今天世界构成的基础。当一带一路提出来之后，西方国家会用这样的思考来看待一带一路，因为中国要的不是用这种方式，因为美国的方式所造成的是，当个国家它持续的基础建设没办法发展，它的大部分的资源持续的流入美国，它并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它的国家体制。而一带一路所想做的是，我透过我输出
我的技术、我的崛起的路线、我的方式，甚至我的资金，这些东西帮你建设起来。但是建设过程中有没有贪？有贪，贪什么？我贪规则的制定，我贪秩序的制定，而未来你需要更加发展，你必须向我持续请益，而我会成为受益者。跟美国的那种贪是坏还是好，有明显的不一样。19世纪以前，英法等大型殖民帝国的做法，它是直接剥削，还是20世纪美国为首的这一种新殖民主义，透过跨国企业、国际秩序的一个制定跟管理的这种剥削。而到了21世纪，所谓的经济增量，而经济增量就是中国所贪的。发展起来之后，那因为它过去的结构是透过中国用“一带一路”所输出的这一些产品、基建等等，它就形成了跟中国之间的借贷关系，而这个借贷关系就是中国所谈的。所以为什么说“一带一路”为什么西方没办法看透？西方的人的想法，比如说他们现在鼓舞印度人去发展什么一个香料路线，因为他们就是在鼓舞印度要绕过中国嘛。但印度也只是讲嘴，也贴了几张 PPT 骗外国人。欧美国家他看不破的是，他从罗马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那一套思维范式。我如果要强大壮盛，必须透过殖民跟剥削，必须通过控制跟分化，才能得到我要的，离间他们彼此，我就能获取最大利益。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说，如果把他们团结了，把他们建设了，尊重他们，大家和气生财，自然而然财就多了，繁荣就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思维在较量。所以为什么“一带一路”在台湾，尤其在绿媒或者在台湾的像中央社这些媒体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形象。在欧洲，在西方媒体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形象，因为他们所想到的就是债务陷阱，他们所想到的就是控制基建，他们所想到的就是驻军，有没有？比如说我帮你盖港口，他说随时这个港口可以转换成军港。西方人厉害的地方是什么？我再加上一些学术思维来制约你。比如说，我就告诉你，你们这些国家如果发展到一个瓶颈，为什么有瓶颈？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呢，你们国家体量不够大，因为呢，你们的产业转型迭代更新不够快，你没有突破，所以你们国家卡在中间，这是一个正常现象。那要怎么样再往上提升呢？很简单，你跟我对接，好，你跟我对接之后呢，我在前，你在后，慢慢的你就会追，你就会慢慢上来了，你就会突破中等阶的收入陷阱。所以呢，你要跟我对接啊？你怎么跟我对接呢？你要再自由一点，你要再开化一点，你们的国家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东西要开放。这样子的话呢，你们才能接受我们先进的欧美的企业，我们先进的思想，我们的学者来怎样来让你可以得到进步，厉害了吧？对吧？这一套逻辑就闭环了。所以最后这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他选择更开放他的国家，可是他所换取的结果是什么？他所换取的结果是他的国家被更加的控制，然后中等收入陷阱依然没有突破。谁突破了？那一些在这些国家的精英们，他突破了，他去了哪里？他们移民的，他们离开了，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西方人所创造出来的陷阱话术啊。第一岛链陷阱是一样的逻辑啊，就是我把我告诉你的东西经过一个逻辑闭环，把这一套逻辑拿来制约你的思想，这个才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真正的文化霸权，真正的思想霸权。中国人很早就已经突破了这一点盲点，对不对？我帮你来建设你的基建，我帮你来修路，我跟你合作，帮你建高铁，帮你建好多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是什么？都是国营企业，我在输出我的成功的方式。因为如果我今天盖这些东西，我真要私心，我就说我中国独赢权就好了。但没有啊，它都是合资企业，甚至是怎样有限经营权，经营到一个程度，我成本拿回来我就还给你经营了。跟西方那一种还要透过谈判，你看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花了几年才拿回来啊？美国人占据巴拿马运河占据了多久啊？发展只会越均值啊，物理上会越均值啊，人类发展上也会越均值，哪有永远都是你吃香喝辣的道理？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世界大同观念的一种转化嘛。
那他提供的内容是什么？他提供内容就是中国的成功经验嘛。那中国成功经验是什么？发展基建，掌握国家资本，放开私人资本，尽可能的怎样参与世界全球化，就是这几点嘛。那透过这几点，就让中国在过去的20年、30年快速的发展起来，这是一个让这个很多的人有很大的参考上的意义啦。